俄罗斯汽车工业可以追溯到1896年。1896年7月14日，俄罗斯的第一辆汽油发动机汽车雅科夫列夫·弗雷泽在夏诺夫哥罗德的艺术展上亮相。这辆车由退休的海军上尉尤金·雅科夫列夫和彼得·弗雷泽共同打造。两人在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看到内燃机汽车后，决定合作。雅科夫列夫负责发动机动力系统的研发，而弗雷泽则负责车身的设计制造。1907年，俄国在拉脱维亚的首府里加成立了罗索汽车厂。1909年6月8日，俄国第一辆批量生产的汽车驶出该厂大门。这是一辆双座轿车，配备了17.6千瓦的4缸发动机。1918年8月15日，罗索汽车厂被收归国有，并在1922年10月8日推出了全新车型普罗布隆 C。1929年3月4日，苏联苏维埃最高委员会决定在高尔基市建造一座年产10万辆的汽车制造厂。同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美国受到的冲击最大。苏联政府看准机会，提出向美国购买全套的汽车厂。苏联政府用自己的库存黄金换回了福特公司旗下的一家叫卢吉的汽车厂。卢吉厂是世界上第一家综合性的、大量采用流水线生产的汽车厂。苏联买下了卢吉厂的全套图样和生产设备后，在伏尔加河畔的高尔基市建设了高尔基汽车厂，生产产品包括轿车、货车和大客车等。1932年，高尔基厂生产出第一批自己的产品 GAS AA 型载货汽车。1936年，高尔基厂研制成功第一辆具有领先水平的中级轿车，命名为 GAS M1 型。此车采用福特设计的8缸发动机。高尔基厂在二战期间为苏联的汽车工业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苏联不仅制造了大量军用车辆，如卡车、坦克和装甲车，还为红军的后勤补给提供了可靠保障。以高效生产和强大的工业基础为依托，苏联的汽车工业为赢得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到了现代，俄罗斯的汽车工业已经远不及西方和亚洲国家那么具有竞争力。在民用汽车市场，俄罗斯品牌几乎没有国际影响力。那么，为什么曾经强大的苏联汽车工业会走向衰落？苏联在二战期间的汽车工业以快速响应战争需求而闻名。苏联在战时实施计划经济，将全国资源优先集中用于军工生产。通过全国统一调配，汽车工业实现了大规模的集中化制造，满足了战争需求。在战争期间，苏联的汽车工业不仅实现了量的突破，还体现出了在恶劣条件下可靠的质量优势。然而，这些成就主要集中在军工领域，而非民用市场。尽管苏联在战后逐步重建了民用汽车工业，但其发展受到多方面制约。1956年10月15日，在美国福特公司协助下，第一辆伏尔加牌汽车在前苏联高尔基汽车厂组装成功。1958年，搭载俄罗斯国产发动机的伏尔加轿车在布鲁塞尔国际工业展上亮相，并一举夺得最高奖。当时人们对它的评价是：车身线条大胆，装饰独特。苏联时期，伏尔加被誉为苏联汽车工业的骄傲和社会主义的高级汽车，并出口到包括中国在内的75个国家。伏尔加汽车在其发展历程中经历了多次起伏。2009年10月，伏尔加曾亏损严重，来到崩溃边缘。1966年，苏联政府与意大利汽车集团菲亚特签下一份协议，共同生产可以在当地普及的廉价汽车。1967年1月，开始建设拉达汽车制造厂。1970年4月19日，第一辆日古力牌2101轿车开始生产，是仿制菲亚特124型轿车系列产品，其出口车型改成拉达。虽然当时苏联国内消费者订车踊跃，且产量满足不了苏联百姓的需求，但是为了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以及向西方等国家百姓展示苏联高级的工业产品，苏联政府决定大量出口拉达系列轿车。上世纪80年代中开始，中国就进口了不少出口版的拉达2105和2107，满足市场需求。由于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各汽车厂按照政府指令生产，缺乏市场竞争和用户反馈的机制。这种模式导致产品种类单一，创新动力不足。拉达品牌的轿车设计几十年如一日，很少有技术更新。战后，西方国家进入了汽车工业的技术革新期，生产出性能更好、设计更先进的汽车。相比之下，苏联在发动机、燃油效率、安全性和舒适性等方面的研发投入不足。由于长期封闭，苏联很少参与国际技术交流，进一步落后于西方。冷战时期，苏联汽车工业的资源更多地投入军用车辆生产，而非民用汽车。民用汽车的质量和设计始终停留在较低水平，
难以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汽车工业经历了剧烈的经济和体制转型，几乎没有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顺利过渡。苏联解体导致整个工业体系的崩溃，许多汽车制造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甚至倒闭。曾经辉煌的高尔基汽车厂产量锐减，甚至无法维持正常运作。此外，俄罗斯经济的不稳定性也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力，对汽车行业形成了双重打击。俄罗斯市场在苏联解体后迅速对外开放，导致大量进口汽车涌入本地市场。这些外国品牌凭借先进的技术、优质的设计和多样化的选择，占据了俄罗斯市场。相比之下，俄罗斯本土汽车品牌的产品在技术、外观和性能上严重滞后，逐渐失去了竞争力。苏联解体后，许多汽车企业被私有化，但这一过程充满腐败和效率低下。一些企业被私人资本控制后，没有获得足够的投资来更新技术，反而因管理不善进一步恶化。在21世纪，西方和亚洲汽车品牌如丰田、大众、福特等，通过高效的生产链和全球化战略占据了主导地位。俄罗斯汽车品牌如拉达，不仅在国内市场被挤压，更无法进入国际市场。如今，俄罗斯的汽车工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拉达仍然是俄罗斯最具代表性的汽车品牌，主要面向国内中低收入人群。然而，由于缺乏技术创新，拉达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极为有限。俄罗斯在重型卡车和军用车辆领域仍有一定优势。卡马斯是全球领先的重型卡车制造商之一，同时也为军方提供装甲车和特殊用途车辆。为了提高竞争力，俄罗斯近年来与外国汽车制造商展开合作。雷诺日产联盟一度控股拉达母公司，引入了部分先进技术。然而，由于国际制裁和地缘政治紧张，这些合作受到限制。在全球汽车行业向电动车和新能源技术转型的过程中，俄罗斯的步伐非常缓慢，缺乏自主研发的电动车技术和充电基础设施，使俄罗斯进一步落后于全球趋势。尽管俄罗斯汽车工业面临巨大挑战，但也存在一些潜在的机遇。俄罗斯政府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旨在支持本土汽车工业，包括税收减免、补贴和贷款优惠。这些政策可能有助于企业更新技术，扩大产能。俄罗斯在军用车辆方面的技术储备可以通过技术转移应用于民用市场。越野车和重型卡车的设计经验可以转化为高性能 SUV 和商用车。尽管目前俄罗斯在电动车领域的布局较弱，但如果能够抓住全球新能源转型的契机，通过引进外资或自主研发实现技术突破，仍有可能弯道超车。俄罗斯汽车工业从二战时期的辉煌到现代的式微，反映了历史、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复杂过程。在计划经济时代，苏联依靠集中化资源取得了短期成就，但长期缺乏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机制，最终导致其在全球化竞争中落后。苏联解体后的经济动荡和私有化问题更是加剧了这一困境。尽管如此，俄罗斯在特定领域，如重型车辆和军工领域，仍具有一定优势。如果能够通过政策扶持、国际合作和技术创新，俄罗斯汽车工业仍有可能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然而，要想恢复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俄罗斯需要应对全球汽车工业技术变革的挑战，同时重新定义自身在全球汽车市场中的定位。感谢收看本期视频，喜欢的给的免费的赞呗。